该回头看看来时路。就算起风偶有雾，模糊不了幸福。我们都该在心里数数感动的次数。谁陪你疯，谁陪你笑，拍拍肩，一起追逐。多少爱错过了才看清楚，多少事无法弥补才认输，多少次以为找到了幸福，却发现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，珍珠再夺目，留不住心头热乎，真心的苦能温暖你生的旅途。每一段路难免荆棘密布，把坚持牢牢握住，不怕艰难险阻，学会去爱，就不会迷路。阿吉，大哥怎么了？还在急救，医生说他伤得很严重，还叫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大哥怎么会受伤呢？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我们也不清楚，是金龙把他送进来的。大哥怎么会这样的？他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过了几个小时就会伤得这么严重？对不起，金凤，对不起，金凤，我太了开切，不说出来。你不能怪我，你不要怪我。开切他是我弟弟，是开切，害死金凤。我要你负责。凯杰，你不知头不知尾，不要把什么事都算到金龙头上。你叫我怎么不算在他头上？如果不是他把大哥带出去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医生，我孩子怎么样？他身体多处器官出血，脑部也有溢血的现象。虽然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我太了开解，不说出来。你不能怪我，开解他是我弟弟，我不能告诉妈，也不能告诉开解，还有你，是开解害死金凤的。金龙，
喂，彪叔，金龙他睡了。彪叔，金龙说不会再理班会的事，所以请你。彪叔，什么事啊？好，我现在过来。你要去找那只老狐狸啊！金龙，金龙不要去了，去了就回不了头了。不要去，你不要去啊！金龙，金龙不要去！金龙，你回不了头的。你来了，坐。肉骨茶的生意怎么样了？还不错。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才，窝在一个小档口卖肉骨茶，太委屈你了。彪叔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蛇呢不能无头。我姜老了，担不起这个蛇头。现在呢是年轻人的世界，年轻人啊怎么会听我的话呢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的事业就要垮了。大头青已经开始行动了，这家伙的头啊越来越大了。出来吧，那，你以后只要每个月给我一点钱养老，会里的事全由你做主，我绝不干涉。行。好，干脆利落，来，干杯。不过我要知道，黄凯杰会不会继续照顾我们？他说要上岸，少了他做我们的靠山，我们是不行。今天不是去度蜜月吗？怎么来了？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担心也没用了。现在大哥这个样子，我们哪里有心情啊？况且，菲菲说她想多陪陪你。喂，黄警官。是我阿彪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再来找我的吗？我们的新总裁说要感谢你一路来的照顾，想送点小礼物给你。新总裁？学会去爱，就不会迷路。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。啊，黄警官你来了，哎，坐。你的新总裁呢？啊，他上了洗手间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来，喝杯茶吧。啊，你们以为真的是上市公司啊？什么总裁？要不要印名片打上 CEO 的名衔呢？现在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。黄警官，你好。相信不用我介绍，你们两个慢慢聊吧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从小就认识海哥，听说他很赏识你，给了你很多好处，连你上大学的钱都是他出的。你的回报就是帮他洗黑钱，买卖房地产、投资股票，把资金调到国外。你是读法律的，不过却当了警察，而不是律师。这是海哥的要求，还是你自己的选择？海哥的生意我很清楚。好景的话，一年可以赚700-800万不出席，你分了多少？说起来，我有今天还要多亏你们。
听海哥说是你要他大力提拔我，让我从一个小跑腿当上了小头头。你搞得有声有色嘛？这的确证明你是人才啊。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是个社会败类。最好有一天跟我老爸一样，被警察围捕，然后砰一声，一枪倒地，动也不动。我没在牢里蹲10年8年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你现在有机会了，因为我又回来了，而且又当了大哥。错，不是大哥，是总裁。现在这个社会叫总裁比较好听一点。那我这个总裁就等你再给我铐上手铐。不对呀，我听说你不玩了，要退出警界了。干嘛不玩呢？海哥都走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玩的啊。这是游戏赢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吗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贿赂公务人员是犯法的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我也要提醒你，公务人员包庇社会败类是罪加一等，尤其在我们这个这么干净的社会，将会是一条十分轰动的大新闻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要继续玩下去，我要继续发财，就像海哥那样，我要你照顾，我要你继续玩下去。我的辞职信已经交上去了，可以拿回来的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可以不听，不过相信很快的，你就会尝到戴上手铐的滋味了。你想威胁我？这张光碟你拿回去看看吧。你太小看海哥了。来，老姐，跟我干杯！好，来。酒店房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慢慢享受啊！好，拜拜。爸，早。早，海杰，今天你有时间到我公司来看看环境，再选一间办公室吧。爸，抱歉了，我暂时不能过去帮你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准备辞职了吗？我还有一起案子要办，不会花太多时间，3个月就够了。那好吧，我就再等你3个月。好。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会叫他认识的。先不要轻举妄动啊，让大头青再过2天舒服的日子。你现在真的是一派大哥的口气了哈？不是大哥，是总裁。总裁？收烂账总裁，收外围码总裁，还是卖淫总裁啊？随便你怎么说。我看你这总裁能当多久？喂，干嘛这样揍我？找什么啊？肚子饿。我煮了猪肉粥啦。啊，正好，配上这个，我现在身份每天都要吃这个。哎，那以后不要吃什么猪肉粥炒米粉啦，天天吃鲍鱼。啊，错，没有以后啊。哎，你搬走还是我搬出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你搬？那这些拿去，快点搬。我为什么要搬？这地方是我租的，要搬你自己搬。我搬是无所谓啊。万一我的敌人错，应该是竞争者，
以为我还住在这里，三更半夜上来拜访我，不小心一把火，砰，把屋子烧掉，那你不是变成烧猪？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快？什么？你答应过我的。我答应过你什么？我答应过你退出江湖是吗？那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啊？你以为我会跟你挤在一个小小的摊位里卖一辈子的肉骨茶吗？你不用大脑想，也用你的屁股想啦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肉骨妹，做人不要这么认真好不好？那有件事，你千万不要认真哦。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娶你吗？那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干嘛啊？当初你是为了要帮外公还债，没有办法才替他们做事。后来债还完了，他们软硬的一起来，就是不肯让你走。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这我明白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没有人逼你，你却自己要往里面跳。还说当什么总裁，什么大哥？这大哥真的这么好当吗？当然好当了。你看我穿的不够帅吗？要有金表就有金表，要有金链就有金链，还有啊，要有名贵的跑车就有名贵的跑车，爽啊，太爽了！爽啊，你去爽啊！去滚啊，给我滚！应该是你滚，钱拿马上给我滚！啊，我现在出去啊，回来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今天来是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好。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啊！我也是这么说。那你喝点的豆花水，我饮我的甘蔗水，大家都有水喝，不会渴死，那多好啊！可是你不能喝豆花水，又霸占甘蔗水，然后才来跟我说大家河水不犯井水。这不能怪我啊！你们海哥被车撞死后，那些甘蔗就没有人收了，是吧？你没有注册啊？只有你们家人收，我就不能动吗？我今天来是跟你谈生意，希望能够达到双赢的局面。可是青哥你这么说，就是没得商量了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诚意喽。要是你把动物的厂全部交给我，那就有得商量了。我今天才知道，青哥你的胃口这么大。我不止胃口大，我的头还很大呢，所以人人都叫我大头青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肯把甘蔗还给我们了？那你说呢？还好，青哥，你慢慢吃，不打扰你了。通知大家，看到信件人，看一个就给我打一个。是，好的。我倒要看接下来大头青还敢不敢这么嚣张。哎，帮我收一个水果篮给他，记得里头加2只甘蔗，啊。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
哎，外公，怎么跑出来了？过来，干什么？再靠近一点。干嘛？我看不清楚。外公，你看了我几十年还看不清楚？果然。果然什么？我一眼就看出你心里在想什么。那你说，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这一次是玩真的哦。是啊，外公，我当了老大。你以为老大真的那么好当啊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表示那只老狐狸自己怎么不去当呢？我知道啊，不过我已经没得回头了。你这样做是对的。对什么？你这样对肉骨妹是对的，要不然会拖累她的。你要甩掉她啊！你听到了没有？一定要甩掉她。已经甩了。肉骨妹不会就这样走的，你做的不够绝，要再绝一点。要吃太饱啊，等一下吐出来啊。你不要那么急嘛。喂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不是叫你滚了吗？我们不要管他。来，不要脸的，给我滚出去！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他！你干什么？滚蛋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什么不要脸？我干我的事，根本没有妨碍到你，你吵什么吵？你走不走？走不走啊？好，等我办完事，我马上走。怎么？是不是想看真人秀啊？那我就表演给你看。哎，来，混蛋！你出去！这个混蛋！出去啊！出去啊！你出去啦！我叫你出去滚呐！滚呐！好了，就当做这里是酒店，我跟你租房间。等办完事，我会付你钱的，怎么样？谁让你在凑钱啊？你马上给我滚！我不滚又怎么样？什么？拿刀要砍我啊？砍啊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才懒得理你啊！我决定在几个地点开足球俱乐部，里头应有尽有，想玩什么就有什么。到时欢迎你来玩，当然还要你多多照顾啊。希望我们能够合作。好球！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打高尔夫球吗？打高尔夫球最重要是击球那一刹那，你不能往后看，也不能太早抬头，一定要专注在球上，才能够把球打好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跟做人是一样道理。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要往后看，也不要太在意事情的结果。最重要是把握当下，才能把事情做好。我今天又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。是，我有公事需要向你报告。什么事啊？
有一个犯罪组织企图向我行贿。谁那么大胆？这个人我从小就认识，是我妈收养他的，他跟我很熟。可能因为这样，他认为我会帮他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很久以前就想把这个犯罪组织连根拔起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这一次，我想假装接受他们的贿赂，然后把他们一举消灭掉。妈，我来帮你。怎么又跑来啦？什么啊？不想见到我啊？是啊，整天跑来这里，我可要赶人呐。只怕你赶不跑。阿琼，哎，有什么可以让我大显身手的？找些最麻烦的给他做。好，那你就切蒜头吧。行。嘿，你不怕两手都是蒜头味吗？怕什么？我等一下还要吃多一点蒜头的。明天我要见一个讨厌的客户，最好是能放几个臭屁，熏到他受不了，快点签合约就滚蛋。哎，大美女屁屁声这么难听，美女就不放屁嘛？你呀，真的是不了解你啊！人家新婚夫妻啊，巴不得天天看戏吃饭啊，你呢，就偏偏跟人家不一样。海杰没有抗议吗？没有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消息？什么消息啊？菲菲的肚子啊？要生也要2个人都同意才行啊。怎么？菲菲不肯生啊？哎呀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就是这样，怕生了孩子身材走样。哎，你看我生了孩子还不是一样苗条？哎呀，其实也看不出啊，像菲菲这个千金大小姐，其实也是蛮孝顺的，每天下班就回来陪你妈妈，每次一来呢，不关店就不回家，等到你们回到家都11、2点啦，另外一天还要上班，哪里还有精神呢？怪不得不敢生。一段路都是一种礼物，一段路都是一种礼物。英姐刚才跟我说，我们应该快马加鞭，快点生个孩子。我想，我们应该计划一下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结婚之后，单独相处的时间反而好像少了？是吗？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不过忙也好啊，日子容易过啊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很辛苦似的。正好相反，你不用老是陪着我的。我说过，我们应该有各自的空间。结婚不代表你我都失去了自由。停车！什么事啊？停车！菲菲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先回去吧。臭男人，我叫你们走，听到没有啊？小姐，不要这样嘛，一个人喝酒很寂寞的，让我们2个来陪你喝嘛。是你，我们才陪啊。对呀。那陪我怎样？诶，又多了一个美女哦，正点哦。小姐，你们滚！叫什么名字？不滚的话，我叫警察来陪你。小姐，做个朋友而已嘛，又没有。滚呐！滚呐！听到了没有？滚呐！一个女人在这里喝酒，很容易迎来那种男人的。我才不怕！要是他们敢对我怎么样，我就拿酒瓶砸他们。听说你结婚了，恭喜！有什么好恭喜的？有几个婚姻是幸福的？听起来，你对婚姻好像不是很有信心。算了，别谈这些。你呢？
你还跟他在一起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他。上次你打电话给我，真的很抱歉。过去的事不要再谈了。我可以是一个很绝的人，他这样对我，我就这样对他。你错了，其实他很在乎你的。那个胖子是他故意找去吓你，真的。是不是都证明他讨厌我，讨厌到想尽办法要甩掉我？我不怪他。他会故意做些事气林飞，那他会不会也是故意在气我？喂，起来啊！起来啊！起来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我喝了几罐酒嘛，然后金龙哥叫我睡醒了就走了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只是叫我来演戏而已。演戏？演什么戏啊？演戏给你看咯。今天是外公的生日，我要带他出去吃大餐啊！他昨天不是走了吗？臭三八，还会准备早餐。咖啡怎么跟肉骨妹泡的一模一样？喂，你怎么又跑回来？帮你洗衣啊。谁要你洗啊？帮你泡咖啡。外面没得喝吗？帮你做早餐啊。神经！没你的早餐吃，我会饿死咩？陪你啊。谁要你陪啊？我招一招手，大把女人跟着我。好了，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去吃你的早餐啊！有件事我要告诉大家，以后这里的交易将会全盘电脑化，这样才能增加我们的效率。我会请专家来教你们怎么用电脑，大家给我认真的学。是啊。还有一件事，肉骨妹从今天开始将会来帮我，以后这里的一切都由她负责，
听到吗？来，跟大家说几句话。不用了吧？龙嫂怕什么啊？大家都是自己人啊。什么龙嫂？不要乱叫啊！先叫什么？来，大家叫龙嫂。龙嫂。龙嫂蛮好听的嘛，就叫你龙嫂啦啊！来，龙嫂跟兄弟们说几句话吧。我没什么要说的。我以后就跟着金龙，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好，说得好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，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。只要用头脑，用手段，你就可以高高在上。这个臭小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啊？请人教的。啊，喝酒也要请人家教啊？不止喝酒要学，吃饭也要学。我们要 upgrade， 这个年代什么都要 upgrade， 主物要 upgrade， 生活要 upgrade， 技术要 upgrade， 一切的一切都要 upgrade。所以我才全盘电脑化，以后要借大耳窿，通过电脑就行了。还钱通过电脑转账。干净利落，清洁溜溜。来 ，Cheers！ 哎，外公，来 ，Cheers！ 哇，你这个臭小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呢。是啊，我变了，因为我想通了。外公，你告诉我，你赌了这辈子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现在这样哦，又老又穷，口袋空空的。我老爸拿枪去抢金庄，结果得到了又是什么？连命都赔了。我妹妹梦想当明星，结果又得到什么？都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捞很多很多钱，明捞暗捞，他们不像我老爸，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，高高在上，要到高档的酒店就到高档的酒店，要到高档的餐厅就到高档的餐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脑，有脑不只能够赚很多钱，而且能够光明正大的花，开开心心的花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少跟我放炮一样噼里啪啦，你歪一下屁股，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外公，这是高档的餐厅，说话要文雅一点。你不只是要捞钱那么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外公，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哦，我们从皇宫又回到了贫民窟喽。啊，这间屋子啊太简陋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找间公寓或者洋房搬吧。还是听外公的话，低调点，不要太招摇了。怎么，连你也怕？外公说得对，你不只是要捞钱这么简单，你还要跟黄凯决斗，你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对不对？我要他身败名裂还不容易，我现在就能让他身败名裂，但是我这么做太便宜他了。即使判他坐几年牢又怎么样？出狱后，他照样可以享受世界的。金龙，不要啊，你斗不过他的，你是斗不过他的。我有他的把柄，他不得不听我的。就算是，你真的以为他会这样服服帖帖吗？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Hello， 王警官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以后叫你什么好呢？叫你 Johnny 怎么样 ？OK， 谢谢你啊 ，Johnny。你看，他有的选择吧。今晚带兄弟过去，随便查一查就收队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随时向我报道。OK。刁叔。哎，黄警官，什么风把你吹来这里？哎，来，请进。韩警官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就好了，何必亲自跑到我这里来呢？你告诉我你开棺材店，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，原来是真的。哦，这是主业，我老爸留给我的。哎，来，坐。哎，喝杯茶吧。这个地方啊，有谁会来呢？我难得清静，所以守啊就守到今天了。既然是主业，那打不打算传下去啊？不会了。我儿子啊，下个月就要拿博士了。那恭喜了。还有你女儿，就快要嫁给名门公子了，对不对？黄警官，你怎么那样清楚呢？我当然知道。而且你的未来女婿前途无量，将来可能会参政。这我就不大清楚了。开棺材店说出去可能不好听，但是毕竟是正当生意。不过如果是捞偏门的话，比如说黄、赌、毒，那就不太好了。自己名誉不好，恐怕也会连累子女。黄警官，我已经退出江湖了。我也想退休啊，只是形势比人强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老了，很多事情我也控制不了的。我对你控制不控制得了没有兴趣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如果我退不了，你也休想退下来。你又喝酒了？你干嘛？你当我是醉鬼啊？我能自己走。你手机又没电了？没开。怪不得打了一整晚都找不到你。我跟你说过，结婚后你有你的自由，我有我的。你别干涉我，我也不会过你。我不是想干涉你，我只是想你。怎么了？有需要啊？来吧。菲菲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不想吗？我只是好好跟你说说话。好啊，你说啊。没话说啊？那我去冲凉了。关上了心门，爱那么真情有多深？
只能在心底扎根。拥抱的余温，回忆的气氛，还在衣领里沸腾。曾经的单纯，变奏的信任，以前那么逼真，却回不了神。